为了避免人潮，今天早上第一站就来到知名的 Vivoli 咖啡厅，来喝喝看它知名的 Gelato 咖啡。那喝完咖啡以后，下一站就到附近的巴杰罗美术馆。现在巴杰罗美术馆，那线上预订门票，一张票多3块。我们看当天好像很空，所以就直接来买。已经完全没有排队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今天是平日礼拜4，蛮空的。这大概就是巴杰罗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多纳泰罗的大卫像跟昨天看的那个大卫像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现在是前版以为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，是那个胜利的天才，然后没想到这里有特别写说他是，对，他就是仿照那一幅雕塑做的，这是另外一个作者。基本上就是一个好基友的故事。米开朗基罗应该本来是下面那个。快点那个啦，你蹲下站位他们啦，也不要一直打出去呢。那下一站我们就前往知名的 SMN 百年修道院，它现在是一个香水的专卖店，就去参观看看。那其实只是一个蛮小的店，主要是进去看看它的装潢啊设计。随后我们就回到中央市场外面，那里有整条的皮件街，就去采买一些背包啊等等的。刚从原价120，然后含140还120，然后问一间变90吗？对，然后后来再问一间变80，再问一间变70，问到最后一间这已经快到尾巴了，他说50块就可以给你了。太可怕！果然是货比三家不吃亏。没有你就说10块，我只剩这样子啊，我要走。你说10块，我就剩10块，10块你有没有买？剩10块，10块你要不买？10块你买不买？太羞辱人！不知道你10块你买不买？10块买啊，问题是他要不要卖啊？他会卖啦，你就说我10块他会卖，生意是有多差？可以啊，反正下雨天。Really? Okay. I know joking. Yeah, that is not. I saw not joking. They are told us. They told us. You can buy at the shop. 9 o'clock, all market. Come on, my friend. I believe you, so that's why I come here again. Yes, no, I'm joking. But I'm serious. Let's make it happen. Half price. I got you 110. Yes. Give me cash. Cash? Cash by cash. Yeah. Yes. 110. 我们后来又回去问那个50块、70块的，发现是好小。所以在这边的中东人不要相信太多。对，所以你要离开，他会喊一个很低的数字。啊，等你真的光圈回来说没有，开玩笑。连续2间都这样。然后外面街上卖好像都款式都差不多，我觉得后面老板是同一个。那逛完皮件街以后，就在附近找了一间评价比较高的 Gelato 吃吃看，没想到意外的发现，老板娘竟然是台湾人。老板娘说她自己回台湾搬茶叶来的。搬茶叶了。他说的啊。他说台湾的品质比较，他念冰淇淋学校。没有这么多冰淇淋店，其实95%全部是工厂半成品做出来的。就是。但是你是真的自己每天，我们都是手工，每天在后面啊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冰淇淋店冰淇淋是看不到的，因为它一个口味很长，因为它像那种大的，像热情老板娘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关于 Gelato 的知识。那像工厂出来的半成品，他们要放在这种开放的冰箱环境，为了保持它的稳定性，必须要多放一些粘稠剂。所以如果要挑选真正手工的冰淇淋，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冰箱的样子，这种一桶一桶的比较有机会是手工的冰淇淋。那分享这个小知识给大家，下次挑选 Gelato 冰淇淋的时候可以参考哦。来佛罗伦斯的台湾人不要错过这间好吃的手工冰淇淋店哦。那用完晚餐以后，
就在附近找了一间一方手摇饮，用台湾的味道结束我们在佛罗伦斯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在佛罗伦斯的中央车站，9点25的车到米兰，还没9点我们到车站，然后现在月台资讯还没出来。然后它这样，那种的比较窄，大的行李箱可能放不上去，然后有一段，这一段比较宽，大行李箱才上得去。这箱间都可以放行李，但是超级空。哦，这可以上锁，这好像要钱。虽然我们住的是民宿，但房东可以让我们中午12点就先去放行李。他刚去放行李，他还在打扫中。不过行李可以先放在那里。然后待会要去 Como， 那就看行程怎么样安排。从米兰搭乘火车，历时约1个多小时，我们来到这座位于瑞士与意大利交界的小镇。因群山环湖的壮丽景色而闻名，可惜当天阴雨绵绵，预期中的美景无缘一见。步行近2公里之后，搭上缆车，期待从山上俯瞰另一番风光，但上山后却被浓雾笼罩，视野一片模糊，连湖与山的影子都消失无踪。带着些许失落下山后，随意挑选了一家评价不错的餐厅，没想到食物出乎意料的惊艳。堪称整趟旅程中最美味的意式餐点之一，多少抚慰了这一天的些微遗憾。这次意大利的旅行接近尾声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晚的住宿，明天就要坐飞机回荷兰。再选一次，你会选米兰跟佛罗伦斯吗？也 OK 啊，只是挑战真的是会比较大一点。我说挑战大，主要是大概是因为它在整个欧洲来说，它可能治安，有时候治安只是说你个人物品就真的要保管好，因为你一定3不5时，小孩在闹，或者他累了，你就得要去抱他，或者去安抚他，或他要什么他的画纸什么的，你就要从包包拿出来之类的，这些动作都会很多，然后所以你就会更多的风险。然后还有小孩的话，我觉得因为真的步行的时间会比较久。对啊，我觉得这2个城市都是，我觉得那些景点其实都是大人的。对，因为其实都是看历史的画啦，或是雕像啦，或是就是建筑物。对啊，我觉得是比较是小孩在迎合我们这些，因为其实路边很难找到公园或什么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去放电，可以去玩。对，就比较都是广场、喂鸽子啊这种活动，但是就比较没有什么公园，可能也有，只是我们想看的点附近是比较少的。对，然后你刚提到步行，其实要搭公车也可以，但其实没有比较方便。对，因为它点跟点之间都是一个很尴尬的距离。其实走路来说，其实也不会真的很远，我们大概只有走最远在2公里以内吧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就是你一个步行的时间其实也还可以，只是小孩稍微累一点。但你搭车，其实你光等车上车下车买票这些时间，对。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，就是带小孩的话，我是觉得推车虽然石板路是蛮多的，但是不用到不是最轻型的，大概中型的那种推车，我觉得带小孩来还是主要是推车还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对。我觉得蛮好用的，然后累了就是真的让他们上去躺着睡一下，然后东西可以就是有一些水啊、玩具啊什么的，就是很好抽取。要有心理准备，这趟旅程小孩子会觉得无聊啊。对啊，本来就不是为了他们而准备的行程，老实说，对。但我们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可以让小孩在这趟行程有更多的趣味，或是更可以配合我们的步伐？我觉得明显这趟行程根本就是文艺复兴之旅。来佛罗伦斯、米兰就是佛罗伦斯。对大人来说，就是有它的背后的历史故事跟价值。所以如果是我可能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准备一个很像小孩子的那个收集册，就是你用 A4 可能印，例如说哪些雕像是很重要必看的，就做类似收集册。小朋友他找到他很开心，他可以打勾。然后他全部集满以后，可能有一些小小奖励啊等等的。就他进去一个博物馆面，他有一个目的性，他知道我今天要来找什么，即便他不太知道后面的故事。但收集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动力。如果明天有机会，我们再来问问 Demi 他们的感想。对啊，因为再来一次，他们会额外准备什么，或者是不要准备什么，都很好啊。对，我觉得蛮有可能的，对，都不错啊。那都对啊，就对你一个灿烂的微笑，太阳花的微笑，对，太阳花的微笑，对。如果要再来一次米兰跟佛罗伦斯，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准备？不会一模一样，没有不一样。我非常的，我就是手机带。没有说小朋友的东西啊，不是你啊。没有，差不多，没有不一样，可能。你这次觉得这次准备完美？非常完美。
行程你会开始？不用，完全非常完美，只要跟崩溃爸妈就非常的完美，什么都不用调整。超客套。没有，真的，真心。来一次意大利，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准备？我会少带一个人来，2个人带3个太辛苦。那你推车你们还是会带吗？我觉得还是可以带，因为他们可以放一些东西啊，然后还可以让小朋友休息一下的。可它不好推，但其实还是。我觉得在这边的话，其实他们的路没有像我想的那种石板路那么难推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我觉得我们这次做的一个最好的决定就是，我们从机场有包车到那个住宿的地方，然后有从那住宿的地方再包车到米兰，我觉得省蛮多时间的。对，行李也不用上下这边查车票。那因为今天是下午的班机，又返回荷兰，上午就到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贝尔加莫走走。贝尔加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可以寄放行李的地方，那它只收现金，要特别注意。在贝尔加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，就只是喂喂鸽子啊，附近的城镇逛逛，接着就返回机场，坐飞机回荷兰了。Hello， 这段旅程有什么遗憾？遗憾就是应该要时间，为什么 Study Day 没有订机票？少那2天，觉得有点遗憾。其他都非常的 perfect。你觉得哪一个景点最棒？大卫像超棒，还有那个第一个是去 UFES 的那个美术馆里面的都很棒。什么达文西的那个没有看到最后晚餐，有点可惜。对。那最无聊的是哪一个？最无聊就是那个巴杰佛博物馆。越便宜的越无聊。对，但其他都很棒。你觉得这趟最好玩的是哪里？不知道我觉得比萨斜塔让我们意外惊艳，就看到本体。我觉得不错的是我们大家都没掉东西。对，就是有一道扒手，但都没掉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带小孩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大大家可以不一定要带这种后背包，你可以看。不会，我觉得带小孩后背包是一定要带的。对啊，那一些备品。防爬一定是要。那这次西瓦意大利冒险之旅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，就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 拜拜。